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週期，財富自由哈。好，最近呢有一件全球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日本長天期公債利率正在往上狂飆，已經飆到了30多年來最高的位置。那麼日本國債呢是全球最便宜資金的這個定價的錨點。好，那當這個錨動了。那等於所有相關的這個東西呢，金融資產都會晃動。那麼今天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為什麼日債殖利率會飆漲，那會怎麼傳達到你我投資的標的裡面？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該怎麼辦？好，基本提到的內容呢，都是卡爾先生個人的觀察、觀點跟經驗分享，並非投資建議，請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多多的參考各種不同的建議之後，自己為自己的投資做出決定，做出負責任。好。首先呢，我們來聊聊日本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正在飆升，它的速度跟幅度呢都是30幾年來沒見過的。好，那很多的朋友會說啊，那日債跟我有什麼關係？好，關係大了，因為全球的金融的系統是連接在一起的。日本的債務呢，一旦爆炸的話，就會蔓延到我們的股票、債券 ETF， 甚至是匯率都會有影響。好，那麼再來呢，來。4.235， 這是什麼？這是日本40年期國債的殖利率，剛剛才創下日本發行國債以來的歷史新高那只是看這個數字可能沒什麼感覺那我們就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日本呢是一個長期零利率甚至是一個負利率的國家那麼過去20幾年來，日本公債的殖利率呢，幾乎是趴在地上不會動的。突然間呢，40年期的就跟你衝到 4.235，20年期的也來到 3.66， 是1996年以來最高。30年期的也破了4%，往上突破4%。10年期呢，一度在禮拜五的時候摸到 2.73。好，那麼大家科普一個概念當債券的殖利率越高，就代表債券的市場價格就越低。殖利率只要往上漲，它的配息往上漲，它的債券的這個買賣價格就會往下降。等於殖利率一直漲，就代表債券的價格都在跌。那殖利率越高呢，代表這個債券都供過於求，大家不想買。所以對日本來說呢，這個變化的數字就像在日本這個東京都很平坦的地面突然凸起一座大山，整個地貌都改變了。對全球的投資人來說這不是日本自己家的事情當全球最重要、規模最大的主權債之一的這個日本公債開始劇烈震動的時候，所有跟利率有關的資產定價都要重新的再算一遍。那麼為什麼日本公債現在發生的事情，我們不能當成八卦，隔壁的八卦，然後隨便聊一聊就算了然後沒有重視它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國債還有日本的資金是全世界廉價資金的定價的錨點。什麼意思？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日本的資金呢基本上是零成本的，是零成本的，所以過去20多年，日本的資金呢就在全世界各國的市場裡面在流動。現在日本的資金變貴了，所以全世界的很多資產，包括日本的資產，都會面臨重新定價的壓力。那麼為什麼日本的資金對全世界影響這麼大？因為日本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它的經濟都是通縮。通縮的意思是說，今天不買，明天更便宜，那大家就不想消費，不想買了嘛，就躺平了嘛。那經濟就很低迷嘛。所以日本央行為了刺激經濟，把利率壓到最低，一路趴到地板上，還是負利率，甚至覺得這樣都還不夠。當初的日本央行在2016年推出了一個叫殖利率曲線控制的政策，英文叫做 YCC， 就是央行直接把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設定一個天花板，只要殖利率漲到這個天花板，日本央行就無限制的買入所有的日本國債。那等於說漲破它就買的話價格就漲，殖利率就往下掉，債券價格就漲，殖利率就往下掉。所以呢，當初等于是瘋狂的印鈔，有多少債就買多少債，
買債把利率壓回去，這個就像在河流的上游建了一個很大的水壩，把水位都死死控制住了。結果呢，全世界的投資人就發現，可以用幾乎零成本的這個利息去借到日元，然後再把這個日元呢去換成美元跟世界各國的貨幣，投資全世界更高收益的資產。那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全世界很多的投資人，尤其是大型的機構投資人，就靠着這一筆幾乎不用免費，基本上不用錢的錢，免費的錢，利率非常低的錢，就流向了美股、美債、新興市場。那麼這個水壩整整壓了20年，現在天花板已經被掀掉了，水壩裂開了。好，那麼當初是為什麼讓日本會撐不住呢？因為有2顆炸彈同時爆炸了。好，第一個是輸入性的通膨，日本4月份的生產者物價指數叫做 PPI， 好，講這個有點繞舌，直接把它想成就是日本企業的進貨成本，好 ，PPI 就進貨成本，年增 4.9，4.9 听起來沒什麼，關鍵是3月份它才 2.9， 一個月就跳升了2%，好，那麼等於是各種進口的原物料都變貴了，那麼企業的成本就飆升，好，那麼通膨的壓力呢就從下面開始往上頂。那麼第二個炸彈呢，是日本政府的財政擴張，加上剛剛講的殖利率曲線控制 YCC 退場，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呢，不斷的追加日本政府的預算，可是他根本沒有那麼多錢啊，沒有那麼多錢怎麼辦？就發行更多的日本債券去借錢，好，那麼市場就開始擔心，這麼多的債券發出來之後，誰來買？好，那原本日本央行是無限量的在購買債券，那最大的這個買家日本央行又縮手不太買了，等於是現在買家變少，可是發債的數量卻越來越大，好，所以呢就造成這個超長天期的債券的賣壓排山倒海而來，那麼再加上通膨不斷的由下面往上推，對日本財政的疑慮呢會嚇走很多的買家，所以這2股力量同時夾擊。殖利率呢，就像壓力鍋一樣一直噴上去，好，引發了現在這個日債的這個海嘯，好，那麼你知道最近有多誇張了？我們直接來看，好，看一張圖，這是日本30年期公債殖利率，你看哦，就本周4周5，好，尤其這個禮拜這一根呢，好，從3.682直接噴到4.08，這個其實不正常，這種噴發非常的不正常，好，那很多時候這種噴發就是可能會出一些大事情之前，會才會這種噴發。好，那麼可能我們繼續再來聊哈。那可能很多人會想，那日本債券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又沒有買日本公債。好，那問題是有3條隱形的這個路徑正在把這個地震波傳給我們。第一個地震波是日元套利平倉，第2個是美債的買家就消失了一個，第3個是全球流動性，就是資金的退潮。那我們每一條一條來看，這些對我們影響是什麼？來，第一條路徑呢，就是日元套利交易的平倉。過去全世界很多的投資人，日本投資人，日本的這個家庭主婦和很多日本投資人，或者是全世界的大型機構，都跑到日本去借幾乎零成本的日元，再換成美元或其他國家的貨幣，去買美股啊、美債啊、新興市場啊、台股啊，好，然後很多各國的這個股票，然後來賺利差，因為它的資金成本很低嘛，它只要去買這個不是會漲的哦，只要配息給它的這個利率比較高的東西，它就可以賺這個價差。那這筆錢呢，預估規模在1兆到2兆美元之間，所以等於是這種隱形的力量撐起了各類資產的一股很強大的力量。全世界很多資產是靠它是一個支撐的力量。那麼日本的利率越來越高呢，加上未來如果日元真的開始升值，那麼這個升值的前提是要日本央行把這個利率升到一定程度之後才會開始升值。那麼那個時候呢，這些借日元的人，他們為了要避險，他們會對沖嘛，好，那對沖的成本就會開始大幅度的上升，那麼就讓他們原本穩賺的这個套利交易的利差就變薄了，甚至可能會倒賠。好，那麼這些套利交易的資金呢，就像浴缸裡面的水一樣，塞子被拔開了一點點，水位正在慢慢下降。那麼
這個拖住市場這個隱形的這個水的這個浮力就會慢慢消退。好，那麼再來呢，第二條路徑就更直接了，因為日本本來就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的持有國，那麼手上持有超過1兆美元以上的美國公債，當日本它國內的這個利率變高，債券殖利率不斷往上的時候，很多原本出去日本投資的一些資金就會回流日本，比如說日本的壽險公司跟退休基金就會賣掉更多的美國債券，把錢搬回去買自己本身報酬率比較好的公債、日債。那麼這就代表就會讓怎麼樣？會讓美國公債少了最大的買家，那麼就會造成一個反直覺的現象。到時候即便美國聯準會降息，有可能連美國的長天期的債券的殖利率還是降不下來。大家想說降息之後利率會債券的殖利率就會往下掉嗎？不一定，長天期的債券殖利率可能因為這樣子就降不下來。當然不是只有這個原因，但是剛剛說的日本不買是個很主要原因，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造成美國長天期債券殖利率繼續往上。好，那買家減少，賣家增加，債券的價格就會說話。好，所以如果我們手上像持有这個00679B 啦，或者 TLT 啊這種長天期美債 ETF 的話，那麼等降息就可以賺到價差的這個劇本可能就要好好修正，就不一定會發生了。好，因為長天期債券的這個利率它自己有它的劇本，不完全是听美國聯準會的指揮的。好，那麼第三條呢，也是影響最深遠的。過去10幾年全世界股市的大牛市，美股的大牛市，有一個很少的被提到一個背景因素，就是因為日本源源不絕的提供廉價的資金外溢到美國股市，外溢到全球的市場，這個像一股隱形的這個浪潮，把所有的船，這個浪很大，所以把所有的船都拉高了，把世界各国的金融資產都拉高了，尤其是美股。那麼現在日本央行呢，如果在6月份真的開始升息了，好，讓利率開始繼續正常化，那未來呢，就怎麼樣？那這股浮力就會消失。那表面上看不太出來，但是結構正在改變。未來不排除股市萬一跌下來，它就不容易像以前一樣 V 型反轉那麼快。那麼至少股市上上下下的波動就會變大。所以這代表什麼？代表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就是退潮的時候才知道誰在裸泳，誰沒穿褲子。好，那麼過去10幾年是漲潮期，所有人都覺得自己的游泳技術很好，自己投資股票的技術很高超。只有當真正開始退潮的時候，才是考驗真正厲害投資人的時候。好，所以真正的考驗是，到時候呢，我們的部位裡面有沒有經不起退潮的這些資產。好，那麼當開始退潮的時候，哪些資產最容易受到衝擊呢？第一個就是美國的高科技股，尤其是现在暴漲的 AI 類別的股票。為什麼？因為當這個利率開始升高，意味着股票的折現率會變高。什麼意思？就是同樣的資金嘛，現在市場利率變高之後，我就會要求你的公司要賺更多錢，好，我才願意再投資你啊。你如果沒有辦法再賺更多錢，那我就不投資你了。好，因為所有的這個股票的估值的模型都是按照現在的利率去推算到未來每一年到底能賺多少錢，才來回歸到現在股價的合理性，都是這樣評估的。好，所以呢，造成高本益比的成長股的估值壓力就變大了。還有再來就是一個美債 ETF， 剛剛講過了。再來，日本股市也可能會受到影響，融資的成本上升，加上不排除未來日本央行如果繼續升值，如果讓日元升值的話，那麼原本日本的出口企業靠便宜的資金運作的策略就會面臨雙重的這個逆風。好，那但是我這邊講一個但是了哦。好，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日本央行常常也會怕出事。好，尤其他自己出事就算了，他還怕美國出事。美國掉了，美國會電他，所以他經常鷹派一段時間之後就收手了，就開始有鴿派。好，歷史上曾經多次緊縮之後又開始又寬鬆了。好，那麼所以呢，很有可能未來是走2步退1步的情境有可能出現，那麼就會影響到很多的金融資產就上上下下震盪。就感覺很糟糕啊，開始跌啦，跌得很深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不要太悲觀，搞不好它又放鬆了，價格又拉回去。好，所以我們現在呢就把視野拉大一點，現在已經不是日本自己的問題哦。你看左邊這張圖，不管是在美國、在歐盟的德國、英國啊，英國不算歐盟了哈，意大利、法國或者英國，還有日本。好，那麼全世界多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都在創新高。我等一下拉一個圖給大家看，你知道日本影響力多大？它這樣一飆高，全世界各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又跟着一起拉高。好，來我們來看，你看哦，比如說這是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你看有沒有？禮拜四、禮拜五一根，啪就衝上去。再來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等一下我會講，也是啪已經突破這條頸線哦。好，等一下我會講，這個特別重要。還有比如說我們再來看一看，這是德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禮拜五的時候也啪突破了一個盤整區間，開始往上飆。好，所以呢，這個等於說美國、日本到歐洲，大家現在擔心的是，投資人擔心的是，你這些大國的政府都沒有辦法有效的削減你的債務。好，像一群人同時站在一艘會漏水的船上，每個人呢都看到水在進來，但是沒有人願意去堵那個洞。那麼而且還在甲板上在開 party， 還在那邊跳，船都愛船了，你還在跳，什麼意思？等於說還在增加世界各國政府的預算，還在亂花錢。好，那麼首當其衝的就是日本，因為日本它是全球債務占 GDP 比重最高的國家，已經超過250%了，就是它的 GDP 如果是100塊，它現在債務是250塊，所以在這波殖利率飆升，日本就首當其衝，而且它只要繼續往上飆，就會影響到所有人。好，那麼就是預算不斷的增加，這個洞就越破越大，所以便宜資金的時代真的是回不来了。所以您手上如果還有長天期債券，殖利率債券的這個 ETF 或者比較高槓桿的部位，現在是好好要檢視風險的時候。要檢視風險的時候了。市場擔心的不是明天的利率，而是幾年之後政府到底有沒有能力來還債。好，那麼再給大家看，這是最近的一個新聞。美國銀行的首席分析師最新就示警了，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如果正式突破 5%， 剛剛已經給大家看到已經突破 5%， 禮拜五就突破 5% 了。恐成為引爆全球風險資產修正的轉折點。好，這是他講，不是我講的，大家可以去找這個新聞。好，那麼他更在他的文章裡面提到，目前的市場正在重演1989年日本泡沫跟1990年.com 泡沫、網絡泡沫要破滅之前的景象。而且他還講得很斬釘截鐵，他說6月初將是投資人適合把獲利了結的時間窗口。他連什麼時候賣，他在文章上都講出來。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去找這篇文章來看。他是說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一旦升破 5%， 禮拜五就已經升破 5%， 厄運之門就會被打開。會不會我不知道。就大家可以去有興趣可以看一看，上網搜尋這個文章。好，那麼再來呢，這個就比較重要了。美國4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跟生產者物價指數，一個就是民众對於物價的成本是消費者物價指数，一個是企業對於物價的感覺，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数，都持續創下新高。更重要的是，這個趨勢還在陡峭的往上。好，那麼就直接影響什麼？市場開始不止定價今年聯準會不會降息，市場開始定價聯準會可能會升息。我們看到這張圖現在聯準會的官方利率是 3.5 到 3.75， 所以呢，到今年12月9號之前，還有將近50%的概率會維持在 3.5 跟 3.75。可是你看到明年的1月，已經有40%的概率會升息一碼了，不是降息會升到 3.75 到4了。所以這才是各位觀眾朋友要小心的這個事情，因為市場基本上一定会對於聯準會不降息反而升息會做出一些反應。那反應會是什麼？
不排除就是股市的修正會來，或者是某一些金融資產的修正。好，尤其是 AI 類股。好，所以這個真的要注意，會不會發生？我不敢講。可是照道理來說，利率越貴就越不利於高價的股票，不利於這些本益比比較高的股票，所以就要注意這件事情哦。這是卡爾先生最新抓出來的 Fed Watch， 好，已經在明年1月已經開始在定價，聯準會升息了。好，那要小心哦。接下來我會講一些怎麼觀察的重點。好，來，所以這個海嘯是慢動作慢慢來的哦，代表我們現在還有時間觀察跟調整，所以不是叫大家現在就趕快把股票賣光。好，有3個指標很值得大家追蹤。第一個是日本央行總裁的措辭，6月中，日本央行還有一個利率決策的會議，如果他講話是偏鷹，那麼殖利率就可能繼續往上走；如果他是轉鴿的，那麼短期的壓力就可能會緩解。所以6月份是關鍵點。還有一個，我這邊沒寫到的是，6月份新上任的美聯儲主席 Kevin Warsh 也會第一次開會，那他的態度是什麼？會不會他的態度是很鷹的？結果市場現在先開始往上，知道消息的人呢就開始賣債券，債券就開始往上，債券殖利率就開始往上，可能他要鷹，不知道這個只能時間到了才。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市场很多先知先覺的資金會先動，然後市場的行情就會開始先跑出來。所以第一個就是觀察6月份日本央行跟美聯儲央行的利率決策會議。第二個要去觀察美國跟日本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利差，如果這個利差越縮越短，就是美國的殖利率現在是比較高的，日本是比較低的。如果這個利差越縮越短，那麼之前借日元在全世界的套利的這個資金就可能會平倉，壓力就會升高，資金搬家的速度就會加快。那麼大家自己在 TradingView 上打那個10Y，美國殖利率10Y跟日本10Y就可以看到了。在第3個是日本30年跟40年，剛才給大家看的，它的這個超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是不是繼續往上飆？如果繼續往上飆，代表全世界金融市場壓力並沒有解除哦。那你真的還要再開槓桿，借錢來投資股票，或者你手上還滿檔都是股票，而且都是在追高才買的。如果你在低點買，那問題還不大那如果是在低點買股息股，問題更小。如果不是，你都是追高，那你就要小心了。所以這代表呢，行動上來說，適度的降低你這個高估值部位的個股的比重，佔你整個資產部位的比重是重要的。多保留一點現金在手上，才多保留一點彈性。那麼因為最危險的事情本身並不是發生這個日債海嘯的本身，而是你覺得這件事情跟你沒關係。這個才是等出事的時候再來跑，那就危險了。我不是說一定會出事，我不是神。所以我沒有辦法預測你，跟大家講說一定會怎麼樣。但是卡爾先生就是分析這一個基本面，基本面就朝這個方向走，只是有很多的變數，我沒有辦法告訴你一定是下禮拜2個禮拜1個月後發生。但是我會告訴你趨勢是往這邊走。好，今天呢這一集呢總共就談到3個重點。第一個就是全世界依賴零成本資金的時代正在落幕了，這不是單一的事件，是全世界結構性的趨勢。這個呢，就像現在已經夏天轉入秋天了，不是突然一天變了，是慢慢開始變了，溫度一天一天的在降。第二個，這種慢動作的海嘯，反而對大家來說是好事情，因為你看得見，你就有時間開始做一些調整，不需要今天就把股票全部砍光。可是該怎麼做？剛剛卡先生有講。現在是開始檢視你的整個資產的結構，做好資產配置。再來第3個，不是什麼熱門的時機都是好時機。現在很熱，大家都在追的標的，真的是現在是好的投資標的嗎？要再想一想。當大家都在討論該買什麼時候呢？搞清楚遊戲規則正在改變，可能是比較有價值的。好，那麼如果覺得今天這一集對大家有幫助，請大家幫忙底下這個粉絲熱推幫忙按個熱推，
然後按讚分享幫忙一下那麼明天晚上的9點卡爾先生在卡爾同學會分享，現在去追 AI 類股很危險。那麼會跟大家分享近期有看到有可以投資的標的不是 AI 類股的，比較安全的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加入卡爾同學會明天晚上9點來聽一聽卡爾先生的分享好，今天晚上呢當然我投資做公益時間前陣子我有捐款給這個Teaching for Taiwan 為台灣而教的協會那麼右邊的是阿姐，她有捐款給這個瑞星韻律體操協會。那麼卡先在這邊也再次鼓勵大家一起參加我投資做公益的活動，不管你在全世界什麼地方都可以捐錢跟你有緣的慈善單位，捐完款之後可以透過 Facebook 或 Email 把您的收據傳給我，一起我投資做公益，好不好？好，再來，今天会特別講到一件事情卡爾先生呢目前在開一個1天的課程，叫心流投資財富來。如果你有以下的這個症狀，比如說你有損失厭惡的症狀，面對下跌的時候，明明該停損的，你也知道該停損，就是停損不了。那麼從到底部了開始反彈要往上漲了，你又不敢進場。那麼很多時候呢，你買對標的了，漲了沒多久之後你就賣掉，賣掉之後就賣飛了。然後呢，你的投資標的在跌的時候該出場了，你就一直抱到跌到很低的時候你才賣掉賣掉沒多久就開始漲。那麼還有一種狀況是，你會盲目的追逐有市場的這個熱點跟標股，人家說什麼在漲你就去追什麼，然後你就發生怎麼你變韭菜了買完沒多久本來賺錢的就被賠錢。那麼再來就是你缺乏資金管控的策略，你很喜歡每天都看盤甚至每天要看好幾次，然後看盤影響你的情緒，影響你的生活。還有一個很關鍵的點這堂課會講到一個外面都沒有的點，外面的課程都沒有的。明明你已經學過很多的策略，學過很多的課程，你的投資仍然很不順。這一堂課會告訴你有看不見的能量跟看不見的一些定律，一些東西在影響你的投資不是投資理財的策略跟觀念，是其他的東西好，那麼這堂課會跟大家分享怎麼去抓週期，怎麼去掌握市場的週期，結合卡爾先生從易經從太極理悟道的一些概念，怎麼去抓趨勢來做投資。然後呢還會跟大家分享怎麼去平衡自己的生理跟心理的狀態，怎麼去培養一個平常心然后才會有客觀的判斷力。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全世界的所有事情包括这市場是由頻率跟能量組成的，所以不是你只懂策略有交易系統就一定賺得到錢，還有頻率跟能量會影響。這堂課會有一部分會在講這件事情，然後如何有正確的思維來避免投資的時候是很貪婪的。因為我常講貪婪的背後就是恐懼，你現在很貪婪，那我會必須跟你講，等時機成熟的時候恐懼就會來找你。好，那麼這堂課程呢會在6月7號早上的10點到下午的5點在新北市板橋區的梁師塾人文餐飲開1天的課程。目前呢課程費用是1860，以後如果這個課程還不錯，未來不排除接下來一段時間可能會漲價。那麼這個課程只收30個學員，目前只剩下1個名額，還有5個候補的。那到時候你如果變成候補的，但是等于是你繳費之後就可以取得資格，那小編會通知你是被錄取還是候補的。現在30個人，那已經收了29個學員了，還有1位名額正取的，5位候補的，有興趣可以趕快刷這個 QR code， 繳費完畢，然後把這個單子回傳給這個小編才算報名完畢。那小編之後會告訴你有沒有錄取還是候補。那麼候補的人呢，就可以優先，卡爾先生在8月份會在台中會再開課，候補的朋友就可以優先去錄取8月份台中的課程，好不好？那真的最後你也沒辦法參加，那就會退費給你。OK， 好不好？歡迎大家可以來
一起來參加這個心流投資財富來的課程。好，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晚安，感恩大家，拜拜。